老人死了15年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还在生长，连血管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。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，单独给她做饭。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，节目组也震惊了。原来15年前，奶奶突发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奇怪的是，体温并没有下降，一直维持在36度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，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，才有可能形成干尸。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，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，就很不科学。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，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，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，他家的墙会哭，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，越到晚上哭声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工作人员录下声音，找到了专家，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。真是见了鬼了，难道墙是活的，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，这师傅一来也不敢得罪这墙，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。现在墙上打了个洞，内窥镜往墙里一看，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。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猫咪，墙上都是抓痕，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？节目组检查了屋顶，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，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。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。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，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，通过手机观察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猫咪不见了。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，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爬了上来。几天后，小猫咪果然出现了。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，老公当时在叠衣服，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他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，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难不成真的有鬼？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和头发确实很像，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，那这到底是啥呢？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。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符合。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深夜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，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山坡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面孔。村里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精神崩溃，每到夜幕降临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很多人自从见过这鬼脸后，每天都做噩梦。村长说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了。大妈还说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就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，村民都觉得肯定是那个心怀怨恨的人来索命了。来到傍晚，节目组对着山坡架起了摄像机，准备全程记录。村民都聚集在摄像机前面，都在等那张脸出现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准时浮现，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越说越离谱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，决定近距离多角度观察。走到鬼脸的位置，却只有一棵大树而已，稍微拨动下藤蔓，这鬼脸的形状一下子就变了。换了几个角度再看，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原来这鬼脸是路灯照在大树上形成的阴影，对称的阴影就成了眼睛，树干成了鼻子，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知道真相的村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张笑脸，感觉可爱多了。他们在水下寻宝，不仅找到了一箱金币，还意外找到了一个骨灰盒。他当场吓尿，起因是听说这里有一艘沉船，传说还是一艘海盗船，想想就觉得刺激，于是决定去水下寻宝。刚下来就发现了一只鞋，看着还挺新，拿着比量了一下，大小也合适，他也不客气，直接穿了起来继续寻找。又找到几个酒瓶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，直接带走。慢慢的他们还真发现了一艘沉船，两人来了兴致，但找了好久还是只找到了一些酒瓶。这时他突然发现一块木头下面
竟然露出了一只小孩的手，看着属实诡异。两人壮着胆子决定一探究竟。他小心翼翼往外拉，生怕把胳膊拽断。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个美人鱼玩具，虚惊一场。这时连大鲤鱼都被吸引了过来，轻轻抚摸一下，手感真好。这不重要，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寻宝计划。既然船外面找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他们直接来到船内，果然在夹缝中发现了一个箱子。这箱子一看就有戏啊，电影中宝藏就是用的这种箱子。两人兴奋不已，刚把箱子拿出来，就掉落了2枚金币，箱子下面的金币更多，散落了一地。拿起1枚咬上一口，就留下了牙印，看起来是金币没错了。这不发了吗？不一会就捡到了上百枚。两人回到岸上把金币藏好，他们认为下面肯定还有更多好东西，决定继续下水寻找。谁都想不到，两人这一去差点崩溃，甚至连警察都来了。他刚下去没一会，就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铁盒子，掂了一下分量很重，还用塑料袋装着。他高兴坏了，估计里面可能又是金币。慢慢掏出来，方方正正的，里面好像还有个盒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里面突然泄露了一些粉尘状的物质，翻个面一看，上面还有字。他扫了一眼，当场吓尿。这盒子竟然是个骨灰盒，吓得赶紧往岸上游。毕竟第一次遇到这情况，他们商量了半天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最后决定报警。等警察来后，也没有查询到骨灰主人信息。那现在看来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骨灰放回原位，让他在水下静静的待着，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。每次经过这个天桥，他的车就会无缘无故的鸣笛，双手根本没按喇叭，来回多次验证，每一次都鸣笛。晚上经过这里，喇叭声音还变得更大。然而其他车辆并没有出现这现象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小哥身上，你就说怪不怪吧。而且听说之前有对小情侣在天桥上吵架，男的错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桥，正好被一辆卡车撞到，当场死亡。撞人的就是这种货车，他的货车就是刚买的二手车，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他还以为捡了个大漏，该不会撞死人的车就是这一辆吧。大家找来专家，专家认为是喇叭本身出了故障，换上了一套全新原厂喇叭后，再次开车经过这里，喇叭还是自动鸣笛，这就有点怪了。他现在非常尴尬，前面堵车，他正好停在天桥下面，喇叭还一直响个不停，别人都以为他这人有毛病。专家又研究了半天，发现喇叭开关很灵敏，一些微弱的电信号都会导致喇叭电路接通，初步推测可能是附近有无线电干扰导致的。天桥上就有类似避雷针的无线电装置，用仪器一测，果然发现了很强的无线电信号，就是这个信号导致了汽车自动鸣笛。那现在要做的就很简单了，改装整个喇叭系统就好了。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会吊着一个怪东西，来回摇晃，看着像人，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决定白天再来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妈倒挂在上面，一动不动。小哥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大妈一句安宁哈撒哟，吓得小哥连连后退。大妈说自己在锻炼而已，问他多大年纪了，大妈说也没很大，今年72，每天都要倒立5个小时，说这种倒挂方式能锻炼全身。说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动作行云流水，这把旁边的大妈都看傻了。小哥欠欠地问有没有尝试过这种锻炼方式，大妈露出了一副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大家找来4个小伙子和他 PK， 小伙子们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妈放在眼里。比赛才过了1分钟，有人就双腿不停颤抖，很快败下阵来，另一个还可以，足足坚持了2分钟才缴械投降。只有大妈还在一动不动地挂着，显得十分轻松。剩下的2个小伙继续挑战，没过2分钟也放弃了。即使在家里，大妈也不会停止锻炼，就这样倒立看电视。一旁的老伴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做菜吃饭也要时刻劈叉来锻炼柔韧度，甚至在他70岁的那年还得到了瑜伽教练的证书，真的是有够疯狂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大妈38年没摘下过口罩，20多年的邻居都没见过她的脸，都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到就会做噩梦。只有她洗脸的时候才会临时摘掉一回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，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没见过她的脸了，
就连女儿拍结婚照她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走路还必须用手撑着眼皮，说这样才能看清东西。但大妈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大妈也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原来她18岁就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但第5个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，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为害怕吓到别人，从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表示，这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肌强直。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相信大妈的症状会慢慢得到改善。她每天买菜却从来不吃，一到家就拿出了电钻，开始给蔬菜钻孔，把胡萝卜内部掏空后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非常小心，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术一样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这到底是在干嘛呢？她也不解释，拿起做好的胡萝卜吹了起来。这真的还是胡萝卜吗？大家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手起刀落间就把3样食材变成了乐器。不仅如此，什么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、西兰花都能被他吹出花来。虽然做乐器难不倒他，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了，一旦粘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。为此每天要不停买菜，买回来就要套上保鲜膜放冰箱，来保持蔬菜的新鲜度。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上班都要带着一袋新鲜洋葱，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葱变成了乐器，把同事看得赞叹不已。他出门随身拿着一把剪刀，见人就盯着别人的头发看。他并不是理发师，只是想要别人的一根头发，把头发固定住。接着又拿出微雕刻刀，这是要干嘛呢？他说要在头发丝上刻字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大叔也没回应，自顾自的比比划划。随后又给头发涂了一层白色的颜料，在显微镜下文字还真就显现出来了。5毫米长的头发丝上，竟然密密麻麻刻了105个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。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。大叔说，在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心，刚开始就拿自己的头发练习，1年下来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，和别人见面都是先看头发，黑长直是他的最爱。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，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。拿在手上，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金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金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你才是我的臭宝呀。家里没人留长发，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，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。拔一跟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，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摄像小哥才不信，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研究半天，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，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并不是头发，而是一种线头。
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。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虚惊一场。他每次吃饭都往没人吃的空碗里不停夹菜，还一直说着多吃点。记者看得一脸迷惑，男人说这是奶奶的位置，他正在屋里睡觉。来到卧室一看，奶奶竟然是一具干尸，但家人却坚持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说13年前奶奶就咽气了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清香。虽然看起来好像一具干尸，但血管清晰可见，一颗痣上面的毛发还在长长，指甲也还在生长。他们甚至要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所以家人都觉得奶奶没有死，只是一觉睡了13年而已。在奶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据孙子介绍，奶奶是13年前突发急性肺炎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不仅疯狂吐出黑色液体，还出现了异常排便的现象。有多异常呢？孙子形象的描述说，排泄物呈现喷涌状，呼呼的往外喷，喷出了16斤棕褐色的排泄物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可奇怪的是，体温在24小时内没有下降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，没有任何死亡的症状。而且孙子清晰地记得奶奶临死前对他说的话：我要睡觉了，别打扰我。于是家人直接把奶奶接回了家，慢慢就变成了类似干尸的样态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干燥或者极寒的情况下，才有可能形成干尸。然而当地天气高温潮湿，在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，就很不科学。专家猜测可能是做了防腐处理，却被家人一口否定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，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而且当地村民都说奶奶为人善良，做了一辈子好事，这可能就是一种福报吧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都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认为他家的井水是回魂汤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好像闭上眼就能看见天堂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最后也没有给出解释。大爷每天买一瓶白醋，却从来不吃，出门都要随身携带，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，没事就拿出来抹一抹，看电视也不能闲着。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，直接把妻子熏走。大妈来买香蕉，商贩却觉得他有病，只见他拿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，直接带皮一起吃，这把商贩看得目瞪口呆，问他为啥要吃香蕉皮，他也不解释，觉得香蕉皮不过瘾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，2口就能吃下一个。卖了这么多年水果，商贩哪见过这个，直接送给他了一些。回家后他就把带皮的水果挨个洗干净，猕猴桃带皮吃，这个我还能接受，橘子他也带皮吃，哈密瓜也是，但更夸张的是连鸡蛋都带壳吃，这我就接受不了了。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顿好的改善一下，没想到放着一桌子美食不吃，大妈却吃起了闺蜜吃剩的蟹壳，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还是生的好吃，吃的不过瘾。接着又把闺蜜吃剩的鱼骨头用苏子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不得不说大妈嘴是真硬，到目前为止带皮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，那她到底为啥要吃皮呢？大妈舔了舔嘴唇说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又有营养，这样吃了10多年了，身体也确实很健康，也没有什么消化道问题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，一定要吃的话最好中午吃。大妈在门上装了4把锁，还把电饭锅放在衣橱里，这么安全的家她却不住，整天推着婴儿车睡在公共厕所，婴儿车被严严实实包了起来，里面还时不时发出怪声。关键这大妈也没孩子，问她里面是什么，大妈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快速离开了。等再次遇到她，大妈正在吃猫罐头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，突然里面就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小手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里面还有一只猫。夜幕降临，大妈就来到公共厕所准备睡觉，为啥有家不回，天天露宿街头呢？沟通了好长时间，大妈终于讲话了，说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，家里那个怪东西一直跟着她，还一直偷自己的东西，家里到底有什么让她如此恐惧呢？大家提议跟她一起回家看看，毕竟人多势众，大妈同意了。来到门口，大家就隐隐感觉家里确实不简单，大门被她装了4把锁，挨个打开一看，里面还有一扇防盗门，上面还有2把锁。刚进来，大妈就赶紧用柜子挡住了门，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。她甚至把电饭煲放在了衣橱里，说是怕有人偷，但真的有小偷吗？在大妈的同意下，大家安装了摄像机，看能不能抓到她说的那个怪东西。1夜过去了，没发现小偷，却发现了大妈的反常行为，整夜不睡觉，在屋里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做着奇怪的动作。白天大家问她为啥不睡觉，她指了指天花板，说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，整夜嘲笑她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8成又是心理问题。在当地相关机构的帮助下，大家说服她接受治疗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，会时不时出现幻听，应该是由于父母过世对她打击过大导致的，只要治疗得当，还是能好起来的。最后大妈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说会好好配合治疗，几个月后再见到她，精神面貌已远超过去，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却怎么都擦不干净，也不是爱干净，是因为最近换了窗户后，玻璃上就凭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纹路，纹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个巨大的指纹，怎么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换了窗户，
这指纹仍会重新出现，因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里，难不成真的有什么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吗？装个监控看看吧。一夜过去了，怪物没出现，却出现了更怪的事，指纹凭空消失了。大叔却并不惊讶，说之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纹就会消失，反之阴天指纹就会很明显。大叔说再等等吧。来到傍晚，这指纹果然准时出现，有人怀疑是傍晚室内外温差变大，从而在玻璃上出现的冷凝现象，但这东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现在这一块窗户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现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去找卖家咨询，卖家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最后说可能是厂家用吸盘搬运玻璃中留下的痕迹。大家又来到玻璃厂家，果然就看到了这种搬运玻璃的专用吸盘，吸盘也确实会在玻璃上留下痕迹，但这种痕迹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样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不能说是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厂长解释说，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，大家隐隐感觉这层油纸可能就是谜团的关键。带着油纸找到专家，专家分析半天，又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。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，刚开始纹路还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环境中存放时间一长，这纹路就会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难擦掉的。工厂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会把这种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点的窗户玻璃，恰巧大叔买的窗户玻璃就是用这种瑕疵品做的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怪现象。至于这纹路在晴天时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。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这下不用再换玻璃了。他给自家小香猪带上计步器，又装了个结实背带，准备给猪减肥。这只小香猪几个月就长到了180斤，两个男人都抱不起来，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还长出了3下巴。本来是个迷你猪，结果现在一对比，主人变得很迷你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，就闪到了腰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带他来到废品站，用这里的地磅来称重，整整180斤。这还是迷你小香猪吗？不是说好的长不大吗？想到当时卖家承诺的假一赔10，主人联系卖家售后，卖家表示可以赔10倍。首先把货退回来，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对啊，我这不就成养猪的了吗？毕竟养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有感情了。主人决定给他减肥，带上计步器，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。刚走了2步，他就躺下了。本以为他至少能走30分钟，结果他要休息30分钟。看来运动不适合，只能让他少吃点了，用食物引诱他运动。结果主人却累瘦了。最后主人想到了一个绝招，给他制作了一个结实背带，前面吊上一根他最爱的胡萝卜。你别说，效果不错，他走路积极多了。几天后再次上称，减肥效果十分显著，整整减掉了半斤，而且很可能是上称前那坨便便的重量。用仪器一测，他的体脂率超过了85%。医生擦了擦口水，说这种猪吃起来很香，而不是这猪是很难减肥成功的。但主人并没有放弃，表示会一直陪他减肥，希望他能变回迷你猪。大妈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都封了起来，又在客厅放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24小时开着，说是为了保命。因为他家天花板一直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把天花板上的孔洞封死后，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不得已装上了4台净化器，但并没什么效果。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用设备分别检测了天花板和厨房，数值都很正常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数值超过了34，要知道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一看，原来这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，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飘出来的。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，让他误以为是天花板上传来的。大妈只是在家种了一个盆栽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，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，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，10多天就长到了3米。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顶端，一夜过去了，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。据大妈介绍，这盆栽大有来头，前段时间她做了个手术，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植物送给了她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，认为她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精心照料，浇水都用山泉水。刚开始她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10多天竟然疯长到了3米。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。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，名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。据说每30年才会开一次，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。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，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。
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：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，那就是一旦开花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。大妈显得很伤感。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。大妈又恢复了笑容。1个月后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龙舌兰真就开花了。艳丽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，最终高度也达到了3.6米。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都想来沾沾好运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点赞许愿。这道越南美食我保证你没吃过，食材必须提前1周预定。处理食材最关键的工具就是食指和刮胡刀。这道越南美食就是爆炒猪波伊，食材闻起来虽然有些大海的味道，但做好后味道很棒。不信你看大妈吃的一脸享受。清洗至少就需要1小时，去腥3件套稿里头，再切上几个小柠檬，就这么使劲揉搓，接着把食指插到里面反复搓洗，必须把残留的白浆都清理干净。老表的手法也是相当娴熟，平时肯定没少练习。其实我感觉切开洗的会比较彻底，至于老表为啥这样洗，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这个手感吧。挨个捅了几分钟，看起来确实白净了不少。接下来就要用刮胡刀把毛刮干净，否则吃到一嘴毛还是挺影响兴致的。就这样完成了食材的初步处理。接下来起锅烧水，放上几根小芹菜去腥。焯过水的猪波伊看起来饱满了很多，捞出来过遍冰水，顺便再清洗一下，这样做出来更脆爽。接着切成厚厚的薄片，挤上辣椒酱，用手抓匀，简单腌制一下。接下来起锅烧油，葱姜蒜爆香，倒入猪波伊翻炒，期间加上几片杨桃，大火翻炒。临出锅再撒上灵魂相通，这么一道越南美食就做好了。有一说一，看着还不错，当地讲究以形补形。接着让大妈尝了尝，大妈挠了挠屁股，意犹未尽的表示还不错，建议艾特你那爱吹牛波伊的朋友也来试试。母亲在荒漠搭建帐篷，用来圈养11岁的女儿，每天强制喂食30碗米饭，如果反抗就会被母亲绑起来，甚至还在食物里添加不明液体，说是对女孩好。记者看到都大吃一惊，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因为当地有个奇葩习俗，以胖为美，这里大部分地区都很穷，女孩基本在15岁之前就结婚了，女儿尽快出嫁，意味着少一张嘴来养活，而且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。虽然这个女孩才11岁，连她都觉得自己就应该快速长胖，赶紧嫁出去，这才是对家庭做贡献。母亲会专门搭建一个帐篷圈养女孩，他们的口号是管住腿张开嘴，目的就是长膘。她现在体重78斤，喂养结束后要达到160斤才算合格。整个过程一般需要持续好几个月，每天早上要先喝1盆加糖的骆驼奶，再吃掺了黄油的玉米糊。女孩需要2个小时内把所有的食物吃掉，大约摄入3000卡路里，相当于10碗米饭的热量。这仅仅只是早餐。记者翻开杂志，让女孩们了解其他国家美的标准。女孩看到苗条的模特都觉得不好看，说女人应该有肚子才好看，她们都坚持认为男人喜欢胖的。记者找到当地男人求证，男人说妻子越胖，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。接着男人还对记者的身材评论了一番，说记者只是徒有虚表，身材不太行。很快到了午餐时间，这顿饭他们需要再摄入4000卡路里，再加上晚餐，他们就要吃够9000卡路里，这相当于30碗米饭的热量。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下，和女孩吃一样的早餐，结果吃了1/3就吃不下了，只能出去散步消食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还发现了更夸张的事，在另一个增肥营里面被喂养的女孩大多都在10岁以下，在这里用牛奶和燕麦喂养，目的是撑大女孩的胃，为之后的喂养做准备。女孩在监视下必须要吃完，有的女孩边吃边吐，母亲却并不在意，甚至会在食物里添加增肥的药物，吃了让人昏昏欲睡。记者看了下药品说明，大吃一惊，这分明就是违禁品，根本就不靠谱，但市场上却随处可见。据了解，这种药确实有增重效果，副作用同样严重，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。即使这样，也不能阻止女孩继续服用。在以胖为美的毛里塔尼亚，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审美，女孩没有选择的权利属实悲哀。大白天，他用一整块黑布把灯遮了起来，接着在地上撒了一大把红豆，让它分散到每个角落。之所以这么做，只因这天花板有点怪。狗狗不分昼夜地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声充满了恐惧。就算拿它最爱的食物，也不能转移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这诡异现象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，当时爷爷去世了，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，不分昼夜地对着天花板叫。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，但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，他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，于是把热成像探头伸到天花板上一探究竟，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小动物，然后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。狗狗突然就不叫了，看来问题找到了。可还没过2分钟，狗狗再次叫了起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看看。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，去物业一问，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，楼上根本就没有住人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而且监控显示，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，身体还不停颤抖，连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，他们是真的害怕了。
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观察片刻，却笑了起来。专家说，狗的听觉十分灵敏，可以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。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细微的噪音。接着拿仪器一测，果然有声音，31分贝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。这种声音人类是听不到的，但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。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，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。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，是因为刚搬家，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很敏感，才导致它不停地叫，并没有什么鬼魂。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解决方法也很简单，录下这个声音，然后调高音量，反复放给狗狗听，期间再给它一些奖励，慢慢矫正认知，让它爱上这个声音。果然经过多次脱敏训练，狗狗不再乱叫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它是真的累了。在这个小区开窗户必须要戴上帽子，还要在规定时间内关好窗户，拉上窗帘，接着在阳台外再放上几只小老鼠。只因这小区外面有个怪东西，小区住户每次开窗前都很紧张，要先仔细观察一番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开窗。有时为了安全，他们不得不戴上帽子，但还是被什么东西狠狠踹了一脚，帽子上都留下了重重的脚印，就好像被石头砸到一样。仔细一看，这东西竟然是只红隼，凶狠中透露着一丝沙雕。小区业主都不明白它为啥会不停地攻击大家，外面明明没有它的身影，只要一打开窗户，瞬间就会飞到你面前发起攻击，根本反应不过来，有时还会悬停在空中，恶狠狠地盯着大家，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。专家表示，红隼一般不会主动袭击人类，猜测附近一定有它在意的东西。大家安装摄像机仔细观察，果不其然，在空调外机附近还真发现了异常，这里面竟然有一窝小红隼。原来红隼妈妈把大家都当成了潜在威胁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又出现了另一只红隼，应该就是幼鸟的父亲。夫妻俩分工明确，爸爸负责出门找吃的，妈妈负责小家伙们的安全。小红隼胃口很大，每次抓来的食物都不够吃，爸爸只能不停地出门找食物。这时专家又发现了新问题，小红隼已经到了练习飞行的时候，却迟迟没有离巢，应该就是由于食物短缺，导致小红隼长得比较慢。为了让它们早点回归自然，大家决定给它们营造一个安心的环境，每天规定时间内就不在阳台晾衣服了，接着还给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。红隼妈妈看到小老鼠，激动到不行，天上掉馅饼啊！这时一下叼走一个，果然一孕傻3年，抓到半空竟然被小老鼠挣脱了，还好凭借高超技艺在空中再次抓了回来。希望小红隼能赶快长大，早点学会飞行，回归自然。他从不买菜，天天却有吃不完的蘑菇，他却怕到不行，因为自从搬进新房后，房子竟然开始长黑色蘑菇，一天就能长高半米，到了晚上还会化成一滩黑水，看着非常瘆人。拔掉后隔天就会重新冒出来，还越长越多，业主直接被吓哭了。把地板拆开才发现，情况比想象的还可怕，蘑菇就长在卫生间墙角。大概1个月前，墙角第一次长出蘑菇，当时他也没在意，直接拔掉了。但没过几天，这种长相古怪的蘑菇再次冒了出来，而且越来越多，直到最近这次，一下子竟然长出了7、8朵，甚至其他地方也开始长。卫生间吊顶上尤其严重，蘑菇白天是白色的，一旦到了晚上就变黑，还流出黑色液体，看着实在诡异。他找来物业处理，把地板拆开后发现，下面不仅异常潮湿，而且黑黢黢的一片。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具体原因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卫生间防水没做好，有明显的渗水现象。接连4次长出蘑菇，还一次比一次多，自己住着实在不舒坦。王女士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，开发商却一口咬定是王女士自己的问题，死活就是不给退。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找来了节目组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确定这蘑菇有没有毒。于是记者找到了菌类专家，才知道原来这种蘑菇叫做墨汁鬼伞。专家表示，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惊悚，但蘑菇是可以吃，不过要在幼嫩的时候才可以，但最好不要喝酒，否则会出现中毒现象。不过专家强调，只要是野生类的蘑菇，他都不建议食用。至于他家为何会接连长蘑菇，专家猜测木地板上应该有很多的孢子，孢子呢就相当于蘑菇的种子，再加上地板潮湿，刚好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合，于是就重新萌发生长了。要彻底解决王女士的心理负担，就要彻底解决墙角长蘑菇的事。专家建议，第一就要对地板进行更换和清理，第二要保持屋内干燥和通风。在记者的帮助下，他再次联系上了开发商，对方表示会彻底进行清理。目前呢已经对卫生间墙角进行了整改，原有的地板已经拆掉了，地基也进行了清理，之后会重新做卫生间的防水，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村头的坟墓凭空出现了一个洞，看痕迹应该是刚挖的，晚上还看到个黑影一直在周围晃，这诡异现象令村民倍感不安。隔天坟头上又出现了一只狗，一直在附近徘徊，有人靠近就会大叫，就这样不分昼夜地趴在坟墓上。这狗并不是村里的，为啥会一直守着坟墓呢？村民觉得可能是这墓主人投胎成了狗。节目组让大家不要迷信，想要找到原因，看来得从坟墓下手了。但这都是老坟了，在村里问了一圈，根本不知道墓主人是谁。但很快一位前来扫墓的大妈告诉了大家一个关键信息，说前段时间来扫墓见过这狗，狗狗是有主人的。接着大家还在附近发现了狗链子，而且每当车经过这里，狗狗都会警觉地注视着每一辆车。大家猜测狗狗应该就是被遗弃在了这里，它一直在等主人来接。
大家决定帮他找到主人，各种途径都试过了，甚至连派出所都去了，也没有找到。坟墓下的洞也是他挖的，平时就住在里面，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健康情况。兽医观察到他鼻子很湿润，看起来还是很健康的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给他提供食物和一个狗窝。他远远地待在一边，谨慎地看着村民做的一切，但很快就接受了村民的爱，看起来也是饿了好久了。大妈表示，在没找到主人之前，自己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大叔染上怪癖，每天包里装着一瓶醋和一把铁锤，一到晚上就偷偷行动。零下10度的天气，他却赤裸着上身，从包里掏出铁锤，大喊一声，直接朝肚子上重重砸去。就这么一直敲了几分钟，直到肚子变红才停下。大叔还觉得不过瘾，还让小哥拿铁锤敲一敲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铁锤啊！问他为啥要伤害自己，大叔却轻蔑一笑，接着从包里掏出了一瓶醋，倒上满满一杯，一饮而尽。真的是奇怪。跟他来到家里，他从冰箱拿出2个冰冻的苹果招待大家，把苹果放地上，徒手就给劈开了，说这样比较好吃。虽然大叔看着一身的暴力，但其实是个钢琴老师，满手老茧却弹了一手好琴，看着完全就是2个人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组合呢？这时大叔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，即使做过2次手术也没能恢复，从小被朋友孤立，这让他很自卑。直到有一次在小伙伴面前单手劈断了一个木棍，小伙伴都惊呆了，这让他找回了自信，于是就开始刻意训练自己的力量，开启了这种独特的运动方式，而且医院也去过了，内脏啥的确实没问题，这下可以安心的继续锻炼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，在这个村子睡觉必须要戴耳塞，否则凌晨就会醒来，还要在本子上记录着醒来的时间。他们都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，每到凌晨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，这声音就好像要地震了一样，从凌晨一直持续到黎明，不戴耳塞根本无法睡觉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村长把录到的声音放给大家听，摄像小哥也吓了一跳，但奇怪的是怎么都找不到声音来源。大家在村里走访，听到一个可疑的声音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台微型缝纫机，但音量非常小，根本不可能，而且附近也没有任何施工现场。一时间关于这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越说越离谱，有人就说肯定是之前开山采石惊动了龙脉。为了让村民安心，大家决定今晚一定要找出罪魁祸首，在村里多个角落安装了声纳设备。来到凌晨，这怪声准时响起，检测到的声音都指向了一个小巷子。走近一看，这巷子里就只有一个锅炉，难道这龙叫声就是他发出来的？把声纳设备对着锅炉，果然是他没错了。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锅炉为啥会发出这种声音？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原来是里面一个电磁阀损坏了，滑动时就产生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好了锅炉，果然这天夜里怪声就消失了，村民终于可以丢掉耳塞睡个好觉了。大妈为了保命，每天往墙上涂抹密封胶，家里还装满了监控，时刻盯着，而且有床不睡，偏偏住在了厕所里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。掀开垫子，下面全是尿，他却说味道清新自然。厕所门时刻紧闭着，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他说只要离开厕所就会头晕目眩，全身酸痛，不得不离开的话就要全程戴口罩，还要不停喷着空气清新剂。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他说家里会泄露毒气，都是从这些墙壁缝隙里散发出来的，闻到就会眩晕。因为之前和邻居吵过架，大妈认为是邻居故意往他家泄露毒气，以此来报复他。他甚至在家里各个角落都安装了监控，为了防止毒气扩散，他封死了家中的各种缝隙，整个房子几乎都覆盖了厚厚的密封胶。由于厕所的气味最小，于是成了他的庇护所。虽然大妈说的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，可奇怪的是大家并没有闻到什么异味，于是决定偷偷拜访下邻居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。然而大妈并不相信记者说的，表示毒气带来的疼痛是真实存在的，自己经常被熏得睡不着。为了缓解她的焦虑，大家请来专家对房子里里外外检测一番，然而检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气体。大家希望她从厕所搬出来，大妈却突然暴躁起来，把大家都赶走了，说她不相信仪器，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隔天她反常的出门去了医院，见到了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男人，一见面男人就哭了，原来这是她丈夫，10年前得了中风，就一直住在医院里。大叔知道大妈一直睡在厕所里，也知道大妈精神出了问题，一想到这些就止不住的哭。他只想大妈能安稳的睡觉。心理医生表示，丈夫住院后，她不得不独自生活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孤独感，可能慢慢就产生了幻觉。医生建议给大妈多一点陪伴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节目组也不含糊，决定帮人帮到底，给大妈更多关爱，陪大妈聊天，还一起在厕所吃饭。几天过去了，大妈突然从厕所出来开始做饭，给大家做了一桌好吃的，说现在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。看起来大妈终于走出来了。这对情侣为了减肥，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，
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